巴厘岛的庙宇有很多，而海神庙就是最重要的庙宇之一。那现在我就来到了这里，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大海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。我身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印尼的招牌，那它的中文语境就是海中的陆地。这里的生态是真的不错，而且面朝大海。现在的潮汐在退潮，当退到最低潮的时候，就可以去海神庙里面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游客也是比较多的，而且都是以穆斯林为主。然后走在这个海边啊，确实是心旷神怡。感觉这狗啊比较神圣啊，好像也在思考着什么东西。在我身后，你就推荐海神庙，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汐并不是很高，也可以走过去来观看一下，而且后面的人流真的是比较多。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寺庙，在印尼啊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门，好像叫天空之门。还可以到这寺庙的后面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边也是一个绝佳的观景台啊，可以更好的直观看到对面的海神庙。可以看到这个海神庙不愧是海中的陆地啊，如果是完全涨潮的话，就完全被这个海岸给包围住了，而退潮的话就可以沿着那些岩石一步步登上去。那现在我们就前往海神庙，因为现在离最低潮的话还有2个小时。我们先看一下海神庙周边有些什么。而且海神庙周围的话，旁边都有一些印尼的寺庙，而且都比较小。全都是旅游团，而且都是穆斯林。祭祀的大厅应该吧。啊，整个风的也完全都是印度尼西亚的风格。啊，对面就可以远眺大海。白人游客跟亚洲游客比较少。当你穿过这个门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一种神圣感，可能这就是印尼当地的一种文化的力量。海岸上全都是人啊，基本上都在等着退潮，要么就在海岸上面拍一下照片。
这个石头啊，走上去还好，并不是很滑。哇，已经很久没有来到这个岩石上面了，确实不一样。哦，哇，站在这里真的是心旷神怡。如果浪大的话，可能就会把人得冲下去，所以说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这个路径就是通往我身后的海神庙，可以看到现在海水还是不断的冲刷这个岩石，所以说还是不能完全的通往那个海神庙。哇，这个浪真的是很大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等到潮水再退去一下，然后才能步行到达我身后的海神庙。所以说现在就等待吧。走在这里真的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有些岩石很滑，而且还有一些坑。有些人竟然就这样子步行啊，淌着海水走到对面的海神庙。可以在这边边玩一下海，然后就慢慢的等待退潮。其实潮水已经在一点点退了，只不过这个时间有点慢，一共需要2个小时。这个海神庙对面还有一个洞啊，可以在下面避一下雨。哇，这个自然形成的洞穴确实比较特别。这洞穴里面还可以捐款来的祭祀一样的东西。应该就是通往海神庙的路头。由于现在潮气没有完全退嘛，好像那里人会把你带出去，当然好像要收一定的费用，或者等潮水完全退去之后，然后就可以免费通往那里。可以看到这个海神庙，其实根本就上不去，可以从两旁看到都有门来把守，其实就是当地的人，然后带你淌过海水到达了海神庙，然后就参加一个圣水类似的仪式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自由活动。但它自由活动范围你也看到了，基本上非常狭小。那这就是海神庙了，你们前面也看到，其实它是上不了顶的，所以说，就算退场，你上去也只能在两边的楼梯旁边玩，而且一个人的门票是75000印尼币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买门票，因为这边比较四通八达。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海神庙怎么样？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赞，我们就先这样吧。